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关肖战的最新新闻。第一件呢是有关肖战粉丝养号的事情。第二件新闻呢是有关斗罗大陆呢可能会改名。第三件呢是有4位阳刚之气的男星，你比较认可谁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件。转眼间呢27风波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，肖战呢也逐渐走出低谷，商业资源陆续回归，作品呢纷纷上线，社交账号呢也恢复营业。惊喜的是，在经过全网讨伐之后呢，粉丝们依旧不离不弃的一直陪他走到了现在。众所周知呢，现在是肖战清库存的时间，因为这场风波呢，肖战主演的多部影视剧都被推迟上线。不过现在这些剧呢终于得以重见天日，继《狼殿下》之后呢，网剧《狼殿下》也要来了。据知情人士透露呢，由肖战和吴宣仪主演的古装玄幻剧《斗罗大陆》将在近期呢和观众见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部剧呢依旧会和当时的《狼殿下》一样，无官宣空降。确实呢，这部剧呢已经搁置了1年多了，是时候播出了。肖战新剧将播呢，不少粉丝呢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。最近呢就有人说，小飞侠已经开始筹备这部剧的宣传和刷分。根据网友晒出的截图呢，可以看到不少所谓的粉丝呢就在进行打分和举报教学。对此呢，我对这些所谓的粉丝有怀疑，表示是不是真粉丝还是黑粉呢？有网友说呢，对于控制豆瓣的评分呢，这些粉丝呢有一定的经验。根据一些大粉的建议，他们不仅要在该剧上线后第一时间打高分，写长评论，更是要及时投诉恶意评价和恶意低分，不能让不好的言论被赞上前排，把差评呢直接扼杀在摇篮里。甚至呢有粉丝表示，上线后呢先不要着急看剧，先去投诉举报差评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也在评论中呢讨论如何养一个权重较高的账号，好让自己的评分呢能够大程度的影响到最终的评分。粉丝举报呢恶意差评，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这种恶意的差评是可以举报，这没什么问题。但其实这个恶意差评的它的这个评价标准，当然呢我们是需要去权衡的嘛。也有网友说呢，肖战的粉丝不是第一次利用人数这个优势控制评分走向了，说肖战新歌光点发布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些问题。同时呢，这个编剧王海林也注意到了这个粉丝的这个举动，于是呢他就转发了相关的言论，并且怒怼，说是太无耻了，豆瓣就被他们这样搞成了笑话。其实王海林是什么人呢？他本身就是一个失去公允资格的一个人。比如说像金扫帚奖，完全是凭借个人喜好去打分的。其实他的话有什么可信度呢？同时呢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说黑粉恶意去打低分，你怎么办？肖战粉丝呢，肯定是比任何一家粉丝都渴望公平竞争，但是黑粉会给这个机会吗？不会的。而且肖战这一路走来呢，非常的坎坷，才全面复出也就是1个多月吧，就开始遭受到各种的打压，真的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其实粉丝基数大，这本身呢也是一种优势。一个人粉丝多呢，说明他有值得被大家肯定的地方，这并不是什么可以诟病的。至于举报呢，没有因哪有果，不过是前车之鉴，被竞争对手搞怕了的反击而已。看过了的剧的这种善意的批评呢，其实是都可以接受的，毕竟人无完人嘛，每个人都是有进步的空间的。但是你若是想只是为了去把人家搞臭，恶意打低星的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没有什么道德的。
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新闻。首先呢，网上疯传这个肖战的待播剧呢即将上线，鹅厂那边呢似乎也开始暗戳戳的给网友提示，不仅把新的预告二次创作剪辑，同时呢还不停的新增这个视频数，这个集数呢已经超出了正片的总集数了。这2天呢粉丝也是忙着看预告片，不到5个小时呢就增加了1000万的播放量，真的是全员事业粉。在开播前过亿呢，我也觉得是有可能的。除此之外呢，也有可能就是开播前要进行改名，原因呢是上星剧名和这个 IP 呢要分离，避免呢争议。有电视剧的博主呢透露，斗罗大陆呢也正在进行最关键的步骤，面临着改剧名。发行许可证呢早就拿到了，现在呢只欠鹅厂的东风，临门一脚前，看不看给不给力。至于会被改名，其实也有可能是正常的事情，毕竟呢斗罗上星也传得比较厉害。再根据最近开播的剧呢，不难发现其实都被广电呢重新赐名了。肖战这个斗罗大陆如果说是要电视剧和 IP 分离呢，还有就是要避免地名国家名民族名等等的这种争议的发生，不管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呢都会临时改名。像肖战的斗罗大陆、迪丽热巴的长歌行可能都会改名，以后所有的这种剧呢都会剧名就是强制书剧分离。不过这种消息呢其实也并非是空穴来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近期播出或者定档的电视剧呢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改编自墨宝非宝的同名小说《密室困鱿鱼》的亲爱的挚爱的，这部作品呢也是因为杨紫和李现主演的亲爱的热爱的播出呢，再次把电竞甜爱题材火了之后呢，当时呢就已经在筹备拍摄第2部，同时呢定档之前就改成了你的时代我的时代。不只是这些呢，因为在湖南卫视上星播出的古力娜扎的新作《风起霓裳》，原名呢叫大唐明月，在播出之前呢才改成的这个名字。还有在芒果 TV 已经收官的《阳光之下》呢，原名叫掌中之物，所以在过审开播前改名也是正常的。而且在网友透露的改名信息当中呢，2部作品《斗罗大陆》和《长歌行》也确实是在鹅厂的 Q1 季度上线播出，这也再次证实即将开播的消息。看那些改名的作品都是临近上线改的，而网友呢对于原著的唐家三少的《斗罗大陆》呢会改成什么样的名字，在线跃跃欲试。这部玄幻题材的作品呢会被广电赐个什么名字，不少的网友呢已经开始给这个作品改名了，什么唐三历险记、唐三奋斗史、风起斗罗、我叫唐三、唐三封神记、奋斗七兄弟、唐三的幸福生活等等。这其中呢唐三奋斗史呢这个名字呢是高赞，如果看过动漫斗罗大陆，确实围绕着唐三成长为主线，和小伙伴们呢组成史莱克七怪一起成长的故事。从剧版的预告中呢，可不就是升级打怪的过程，当然呢是调侃，但仍然可以看出对原著唐家三少的作品还是很喜欢的。因为这个 IP 呢从孵化以来呢，对剧版就充满了期待，再加上最近不停的胎动，把网友的胃口吊得老高，所以呢现在有一点点的动静呢，就赶紧去听墙角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3条新闻。首先呢是关于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这个话题呢，长期以来呢备受关注。1月30日呢，官媒央视新闻呢也发声称，男性呢在风度、气概、体魄等方面表现出的阳刚之气呢是一种美，但阳刚之气呢并不等于简单的行为男性化，
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娱乐圈中呢，明星们的言行对青少年及社会风气造成的影响都非常大。在奶油小生、彩妆男孩、穿女装和高跟鞋男艺人横行的今天呢，极具阳刚之气的男星呢，似乎成了稀有物种。刚强男性的存在呢，无疑是娱乐圈中的清流。而这4位当红演员呢，堪称业界的标杆。第一个呢是欧豪，会唱歌的硬汉，不要太迷人。同样呢是作为90后的青年艺人，欧豪呢是以13年的时候快乐男声全国亚军的身份正式进入娱乐圈。本以为呢欧豪会走唱跳爱豆的路线，但随着欧豪影视作品的大火，人们对于这个音乐男孩的认识呢也有所改变。15年出演左耳中痞帅坏男孩张漾，让人们对这个唱情歌的小生大有改观。而随着欧豪在建军大业中饰演叶挺将军，在中国机长中饰演副机长，在黑白禁区中饰演卧底，人们才意识到铁血硬汉才是真正的欧豪。在每一个角色完美诠释的背后呢，是欧豪极度敬业的支撑。除此之外，第二个是杨洋。军艺校草呢只是浮云。91年出生的杨洋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。早年读书时期呢，就因为白皙精致的高颜值成为军艺校草。2007年，杨洋因为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正式呢踏入影视圈。除此之外呢，杨洋后面又演了一些这种像特战荣耀这种一系列的，就是体现的这种军人气质，这种就是突破了以往的荧屏形象吧。所以说他的整个风格呢是发生了一些改变。肖战2020年呢，对肖战来说呢，真的是意义非凡的一年，在巅峰上辉煌过，也在谷底当中消沉过。然而呢，风波只是岁月的一场沉淀，涅槃重生的肖战呢，只会更加勇往直前。面对恶意呢，肖战选择包容；面对困难呢，肖战选择隐忍。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肖战一直默默坚持着自己的事业，传递着正能量，散发爱与热度。狼殿下中的急冲，侠肝义胆，潇洒放纵。王牌部队中，肖战刚毅勃发，蜕变肉眼可见。除此之外呢，演完王牌部队的肖战气质比之前更好了，身材也更挺拔。往那一站呢，凛然正气，坚定又有力量。不染发，不戴耳钉，不是柔媚小生，阳刚且阳光，符合中国传统审美。公子世无双，陌上人如玉。第4个呢是黄景瑜，文艺脸，硬汉心。黄景瑜作为90后的小生呢，有着一张白皙精致的文艺脸。单看外形呢，以为哥哥是走文艺路线的，其实不然。缉毒警匪剧《破冰行动》中坚毅执着的李飞，动作片电影《红海行动》中沉默痞帅的狙击手顾顺，以及文艺青春电影《荞麦疯长》痴情重义的吴峰。黄景瑜呢，戏路比较宽，潜力比较大，被称为呢硬汉级小鲜肉。以上就是4位的这个硬汉，相对来说比较硬汉的。如果说大家喜欢哪一位呢，也可以在下面说一说。好，今天的话针对肖战有关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